今天来讲一下《海贼王》原创篇章超新星篇。这次故事的主角同样是卡普的徒弟，但却不是科比。故事发生在路飞一行人前往蛋糕岛的路上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在海上遇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。路飞饿得跟万年没吃过饭的干尸一样，看到什么都觉得鲜嫩可口，连乔巴都写在了路飞的食物链上。娜美一棒子把路飞打倒，可他自己也饿得快走不动路了，再没吃的估计他们就都要升天了。万幸的是，佩德罗发现前方有小岛，有岛屿就肯定有吃的。路飞听到消息，立刻满血复活，流着口水指挥船只朝小岛行进。波克穆斯却说，那个小岛可不是海贼应该去的地方，那岛是海军基地啊。不过为了食物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路飞他们也得闯一闯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没有将阳光号开过去，而是开着潜水艇悄悄靠近岛屿。这时候，一艘装着追征海军的船只也正在逐渐靠近海岛。海岛上的普罗迪中将正在等着新人到来，却不料船上此时已经乱成一团了。一个满脑袋红毛的海军高高跳起，一己之力单挑一船壮汉。红毛一拳平等的砸晕了所有人，他一跃而起，跳下船，正好落在普罗迪中将面前。红毛一脸嚣张的嘲笑中将的这群海兵都是废柴，中将气得眼睛冒火。另一边，趁着海军的注意力都被红毛吸引，乔巴一行人悄悄登岛。布鲁克利用离魂出鞘吓晕了一众海兵，大家趁机换上海兵的衣服，制服诱惑什么的，真是吸引人呐。只不过路飞现在对这些根本提不起精神，他只想要吃的。乔巴和娜美看到了远处的海军正在搬运食物，只不过粮仓在基地深处，想过去必须得好好部署一番。可等乔巴和娜美回过头，发现路飞和加洛特早就被食物勾走了魂，跟着香味儿一直往前走。在海军司令部里，普罗迪中将正在大骂卡普，因为之前那个闹事的红毛正是卡普的徒弟古兰特。普罗迪中将问卡普为啥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学生，可卡普说古兰特是自愿要调到普罗迪中将那边的，自己也管不住啊。挂断电话，科比忧心忡忡地问卡普，古兰特为什么要调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？卡普笑得意味深长，明显是有阴谋。而此时，古兰特的笑容与他老师一模一样。面对普罗迪中将的质问，他说 Big Mom 就在附近，自己要打败他才来到这里的。普罗迪中将看着古兰特的资料，这孩子17岁就当上海军大佐了，本来是在轻质的部队里当兵。普罗迪中将决定先给他个下马威，他开始嘲讽轻质是一个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废物，灰溜溜的离开海军，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所以他的手下估计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古兰特恼羞成怒，扑过去就要跟普罗迪中将发飙。普罗迪中将表示这孩子太闲了，赶紧给他安排工作。在执行任务之前，普罗迪中将先让古兰特填饱肚子，把他送到了食堂里。食堂里的人一看到古兰特出现，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，大家明显不欢迎这个狂妄自大的新人，甚至有人冲上来想教训古兰特，结果被古兰特一个大逼兜打翻在地。这时候一个巨人站了起来，原来这家伙就是古兰特的老战友伯纳姆。古兰特的另一个战友泽博也来了，他一上岛就对所有女性都求过婚了，不过所有人都拒绝了他，所以他正在那儿吃泪水盖饭呢。此时路飞和加洛特一路跟着香味儿走到了海军的食堂，还好他们穿着海军制服，还真没人发现他们不对劲儿。他们叫了2份咖喱饭就开始大吃大嚼。娜美和乔巴看着路飞他们大摇大摆的进门，也没人发现异样，索性也过去点了饭。饿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吃上饭了。而另一边，岛上巡查的海军发现了被扒光衣服的同僚。普罗迪中将听到属下汇报，就知道肯定有人入侵到岛上了，他赶紧下令让人严防死守，一定要查出到底是谁混入了海军内部。他派人把海岛搜了个底儿朝天，却怎么都想不到入侵者正在食堂里拼命干饭。加洛特吃嗨了，看到娜美和乔巴就大喊，在一边哭得正投入的泽博听到娜美的名字，立刻就来了斗志。他冲到娜美面前，直接戳穿了娜美的身份。娜美吓得不敢呼吸了，赶紧否认自己并不是草木团的海贼，只是个新海兵。可泽博才不信呢，他从怀里掏出娜美的通缉令，自己可是每天都盯着这张照片入睡呀。没想到女神竟然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了。他二话不说跪下就跟娜美求婚，娜美真的吓麻了。看着泽博那张花痴的脸，娜美感觉自己被看一眼都不干净了。娜美疯狂逃跑，德波再次失恋，蹲在墙角继续哭吧。路飞这边可根本不管娜美出了什么事儿，他的脑子里只有吃。路飞竟然直接把整锅咖喱都端走了，海兵们群情激愤，声讨路飞。而这争执的画面被海军监控室的士兵发现了，普罗迪中将正发愁找不到入侵者，这一看海军食堂才发现，妈呀，
这不是卡普的孙子吗？普罗迪中将直接摁响警报器，他命令全岛海军全力逮捕路飞。听到警报声，娜美赶紧拉着乔巴就跑，他们得趁乱从粮仓里多拿点粮食。等路飞终于从食物里抬起头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。泽博、伯纳姆和古兰特一看立功的机会到了，他们就开始争，到底路飞由谁来干掉？毕竟路飞可是价值5亿赏金的男人啊！他们在一边讨论的热火朝天，路飞在一边吃的全情投入，吃差不多了，还得把咖喱锅抱上，打算带回船上接着吃。古兰特抢先一步拦住路飞。路飞最恨有人抢他食物，他一手抱着锅，一手拿着勺子，跟古兰特站在一处。古兰特一个没注意，就被路飞一勺子打倒在地。旁边的伯纳姆早就等急了，赶紧冲上去，使出西吹气功第一段，一样是好像机关枪一般砸向路飞，连段誉看了都自愧不如。路飞不想跟他多纠缠，因为运动多了肚子就又饿了。他拉着加洛特往门口跑去，伯纳姆一个闪身堵住了大门。这一下路飞没地方逃了吧？路飞一巴掌打飞伯纳姆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可刚跑到走廊，加洛特就走不动了，他看到了好多胡萝卜。泽博拿着胡萝卜对加洛特放电，这是老毛病又犯了，又想求婚了吧？可加洛特却跟其他女孩不一样，听说胡萝卜是泽博送他的，立刻心花怒放。于是泽博成功被加洛特蒙倒，加洛特亲完泽博就跟路飞跑了，这彻底激起了泽博的竞争欲望。他觉得如果自己打败路飞的话，娜美加洛特就都是他的了。长得不美，想的可真美呢，就凭他这2下子根本没法跟路飞打呀。最后还是加洛特给了他一爪子，将他电晕。这时候布鲁克找到了路飞，告诉他娜美正在搬粮食。路飞赶紧带着加洛特紧跟在布鲁克身后向外跑去。可这个时候整个楼里的海军都被惊动了，路飞一看知道逃出去不容易了，就带着加洛特一起将追来的海军们打了个七荤八素。可是他们也跑错了路，来到一个死胡同里，想折返回去是不可能了。古兰特、泽博和伯纳姆已经追了过来，不过这堵墙还是难不倒路飞的。路飞终于跟娜美在粮仓里会合了，娜美在辛辛苦苦的搬运食物，可路飞却带着加洛特、乔巴在那明目张胆的偷吃。终于古兰特等人追了上来，古兰特对着路飞扔出2把匕首，路飞躲过，那匕首就插在粮箱上，真是浪费粮食啊！伯纳姆巨大的拳头砸过去，却被路飞轻轻一拳就打翻了。他刚回过身，就发现乔巴旋转跳跃砸了下来。紧接着，伯纳姆使出了西吹气功第2段泻法，他的大肚子瞬间没了，变成了8块腹肌肌肉男。要是减肥有这么轻松就好了，人变瘦了，速度也变快了。伯纳姆跟苍蝇一样满场飞，乔巴根本找不到他的具体位置。乔巴索性使出毛皮强化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充满弹性的大绒球。伯纳姆的每次攻击打到乔巴毛皮上都被弹开了，这种微弱的攻击在毛皮强化面前根本不够看。被逼急了的伯纳姆使出了看家绝学十指枪，强大的攻击力打在乔巴身上，伯纳姆十分得意的哈哈大笑。可烟雾散去，伯纳姆就笑不出来了，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乔巴 plus。路飞正跟加洛特扛着食物往外跑，就被泽博堵住了。泽博是立志要干掉路飞，夺得美人的，可是美人加洛特一爪子再次电倒了泽博。泽博一身贱骨头，被美人打丝毫不觉得疼。娜美也想试试，她的天护弹漂浮在半空中，释放出雷电击在泽博身上。泽博一次次被打倒，又一次次爬起来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美人打我是爱我呢。现在泽博的双刀上燃起熊熊火焰，巨大的火球砸向路飞，路飞立刻将手臂硬化，一拳将火球击飞，却不料正好撞上了仓库屋顶的蓄水池，大量的水倾泻而下，将整个仓库都淹了。路飞、娜美等人被洪水冲到树林里，古兰特早就等在这里了，他一定要抓走路飞去换取赏金。可古兰特并不是路飞的对手，于是他启动手臂上的充气装置，出拳速度和力量明显比之前强了很多。古兰特一看时机成熟了，就开始装逼，他怒吼着：“海贼也好，四皇也好，全都是我的手下败将！”说着朝着路飞冲了过来。眼看古兰特爬不起来了，路飞带着朋友们赶紧跑，却不料跑到悬崖边被普罗迪中将堵了个正着。他早就在这里等着路飞许久了，今天这除掉海贼的头功要落到他身上才行。普罗迪中将看着路飞他们大包小包拿吃的，
损失点食物，老头子不在乎。不过要是让海军知道路飞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跑了，他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搁了。最主要的是，自己可能会被降职，一降职，自己的退休金就少了，那他安享晚年的计划可就泡汤了。娜美看着不远处的潜水艇，只要能逃到潜水艇上面，他们就赢了。可普罗迪中将早就看出了娜美的心思，他一炮就把潜水艇和上面的布鲁克轰了。路飞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普罗迪中将得意地说，自己以前经常用这个大炮跟卡普打的，想当年他老爷子的战力也是跟卡普不相上下的，所以这打过爷爷的大炮，今天用来打孙子也是圆满了。普罗迪中将一炮轰了过去，还好路飞等人早有准备，趁着炮炸过来的瞬间逃离了悬崖。娜美释放天打雷劈，和普罗迪中将的士兵手里都拿着防雷盾牌，娜美的雷和加洛特的电都不管用。不过这些盾牌再厉害，也抵不过乔巴的拳打脚踢。娜美一看，赶紧改变策略，她使出海市蜃楼，一下子变出了好多个娜美，有虚有实，让人琢磨不透。普罗迪中将气不打一处来，举起炮对着路飞一通猛轰。在一边垂头丧气的古兰特三人听到那边已经开战了，伯纳姆提议赶紧过去战斗。可古兰特垂头丧气，全无斗志，他觉得自己太弱了。伯纳姆气得把他摁在墙上摩擦，没想到自己的兄弟竟然是如此软弱的人，有点挫折就爬不起来了。他和泽伯转身离开，临走前，泽伯提醒古兰特别忘记大将的教诲。古兰特想起青雉曾经的教诲，他从小就是一个奇怪的孩子，他的左手力大无穷，却无法控制。这天，古兰特又摧毁了一座小岛，他自责地缩成一团哭泣。这时候，青雉赶到了，古兰特恳求青雉将他该死的左手砍掉吧。青雉只是将古兰特的左手冻住了。后来，青雉发明了能帮古兰特控制左手的装置，古兰特终于能像一个正常人了。可是，青雉问古兰特一个问题。他问古兰特：“你是会听天由命，还是会解开枷锁，奋起反击？”现在古兰特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关头。想起青雉，他突然有了斗志，不能输给命运，他要奋起反击。伯纳姆和泽伯赶到战场的时候，刚好接住被路飞打飞的中将，两人立刻摆出战斗姿态。可他俩并不是路飞的对手，很快被路飞打得爬不起来了。这时候布鲁克跑了过来，看到大家安然无恙，他也长出了一口气。那潜艇在他的保护下，自然也没事。大家就要上潜艇逃走，古兰特从天而降。现在他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，不再避讳使用自己的那只左手，他今天就要用左手打败路飞。说着，古兰特解开了左手的枷锁，一只巨大的长满红毛的怪物手臂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路飞知道面前的人很难对付，就让娜美他们先撤，自己留在这里与古兰特对战。路飞还如以往一样出拳击打古兰特，却不料解开封印的古兰特力量呈几何倍增长，魔爪将路飞摁在墙上。路飞赶紧开启三档手臂将古兰特逼退，两个巨大拳头撞在一起，天地间一片飞沙走石。路飞的拳头附带武装色后，古兰特不敢硬拼，快速向后退去。可是路飞的三档不能一直使用，没了三档以后，他被古兰特击飞。路飞改变战术，使出雷神象枪。这一下真是天地为之变色，整座小岛都在剧烈颤动。古兰特不肯服输，他坚信自己还能变得更强。可事实证明，盲目的自信并不能为自己增加任何战斗力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信念都会被打成渣。古兰特不敌路飞，坠落在地，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路飞等人已经跑没影了，他是彻底输给了路飞。可是古兰特并不如从前一般自卑，他反而释怀了。路飞不愧是赏金无义的男人，真的很厉害，而能跟他打到这个地步的自己也很厉害。路飞等人平安回到阳光号上，那些吃的本来以为能坚持一阵子，可没料才10分钟就被船上的恶鬼们吃的啥都不剩了。娜美十分郁闷，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怎么办呢？路飞表示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吧。